大家好，圣诞节到了，新年也来临了。今天我在此非常感谢各位支持本频道、关注本频道，同时打开了小铃铛，并且习惯性点赞和评论的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有爱有心、同伴同行的会员朋友。人生苦短，有您不会孤单。黑粉众所周知是蟑螂一样的无处不在，无端挑事是他们的专长。例如每次王一博红毯，都必定会和肖战卿卿我我，甚至开房。所以新万我建议各位正义感爆棚的朋友们，别客气，见到一次就举报一次。只要大家有心，就有力量，就像天天打扫垃圾一样，大家所见之处就会清清朗朗、干干净净了。或许您想不到的是，新万我刚刚聊完孙谦跟大哥赵丽颖人情往来、互存祝福的小插曲，结果黑粉又挖出了猛料，而且再次挑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这次不是肖战这样的闺蜜，而是余量之间的天敌。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已经描述多次的了。这次 GQ 盛典说白了，留给摩托姐姐的思考很多。新万我不仅随便一天就能发现4大妖孽的痕迹，行踪更能发现很多举一反三的大小问题，其中包括无数人津津乐道的商业价值。这玩意玩好了就是 win-win 双赢，皆大欢喜；玩不好就是一方盆满钵满连赢2次，另一方鸡飞蛋打得不偿失。那么为什么新万我会突然这么说呢？因为香奶奶今年赚大发了，而帮她数钱和吆喝的人或许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粉碎正主还是粉碎正主。内娱艺人究竟有没有商家价值，或者说艺人的商业价值有几何，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定论。即使一个艺人刚刚接了一个不入流的代言，无论拿到的是品牌大使还是品牌挚友，粉丝总能吹上天，不住的在品牌方底下晒着自己的订单，以此来证明自家艺人的商业价值究竟有多高。可偏偏商业价值的高低不是粉丝说了算的，粉丝之所以成为粉丝，免不了对艺人带有滤镜，真正能够有说服力的还得是品牌，是官方。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怎么样？在粉丝看来，不夸张的说，绝对内娱数1数2。毕竟他那么多代言摆在那里，逢年过节各大代言品牌的战报中也是成绩喜人。王一博也称得上是小金猪一枚了。在黑粉们看来，王一博的商业价值都是虚无，是现在任何一个刚刚火起来的小艺人都可以打败的程度。看不见粉丝们的晒单，看不见品牌方的战报，唯一可以说到的只有王一博已经有多久没有官宣新的代言了。似乎在黑粉们眼中，只有不断扩张自己代言版图才能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可一旦隔3差5的官宣，那么割粉丝韭菜的罪名就又要扣到王一博头上了。那么就将答案交给官方吧。官方认为王一博商业价值如何呢？没有明说，可是王一博与品牌合作的案例上了教科书。13.5江苏高等学校的重点教材中收录了王一博代言百雀羚的经典案例，取名为王一博成百雀羚代言人。百年国潮品牌与顶级明星强联手，成为了教学品牌杠杆4中典型中名人代言的一个例子。能够登上专门讲解品牌教科书的例子，那么在真正的内行人眼中，王一博与品牌之间的合作是达到了1+1大于2的效果。这一点是被品牌方及第三方都认可了的，不然王一博也不会走进教科书中。实际上，王一博与品牌合作成功被报道的也不止这一次。中国友谊出版社的这个国家的新国货就曾经记录了王一博代言 SKG 的经典案例。在 SKG 一跃成为国潮新标杆的报道中，无一例外都提到了王一博。而早在2020年中信出版的雷军亲属小米官方授权传记里，也曾经记录了 Redmi 的故事，有卢总还有王一博跳的舞作为 Redmi 品牌战略的重要时刻记录。在安踏的报告中也是一大长串的数据，表明安踏的崛起，王一博是功不可没的。而在安踏代表的潮酷时尚的扩圈影响更是一骑绝尘，有理有据，有书有真相。王一博的商业价值不需要粉丝们宣之于口，官方就已经为他盖棺定论，是可以被品牌方写进财报中，是可以被教材当作正面案例引入。
成为在课堂上教导学生们的正面例子。说到这，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是好是差，还需要纠结吗？可以登上品牌财报的艺人不多，可以走进品牌教科书的艺人更是凤毛麟角了。当然了，摩托姐姐与有荣焉是必须的，只是有一点大家或许不会想到，那就是黑粉们虽然心里面注定不服气，但是逆向工程的话，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或许会造成不大不小的麻烦，而这种麻烦其实已经反反复复提到多次的了，只是硬币的另一面老在上面而已。因为大多数的黑粉都不会动脑子，但动了脑子的黑粉很厉害。比方说对标赵丽颖的黑粉这次又逮到机会了。孙谦曝光和赵丽颖互相打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曝光了赵丽颖的微信昵称叫 mini， 本来一个微信名字而已，但是却引发了赵丽颖粉丝和杨幂粉丝的战争。杨幂粉丝说杨幂的英文名叫 mini， 而且叫了10几年了。赵丽颖竟然直接 copy 杨幂的名字，还说赵丽颖这种方法就是故意想吸杨幂的运势。赵丽颖用这个微信名很久了，虽然杨幂的英文名也叫 mini， 但两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而且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必须强调一把，那就是 mini 是英文来的，并非拼音专用。全中国自称小或者自称 mini 的人成千上万成百上亿，无论微信、微博还是影评、购物，难道所有这些使用 mini 的人都要向杨幂申请使用权？难道杨幂买断了 mini 的国内使用权？西运式的无厘头脑洞更是无稽之谈。赵丽颖和杨幂的成名时间不一样，相比较于杨幂和刘诗诗那些在仙剑中已经火起来的小花，赵丽颖成名时间晚，属于后来居上，所以没什么资源争抢之类的事情。只不过因为成名时间不同，所以不算熟，俩人私下都没什么联系。特别是早些年赵丽颖在微博上对过杨幂粉丝之后，双方就势不两立。后来不管怎么样，双方只要有点关联都能撕起来。当然了，聪明的黑粉就是新万我常说的无间粉，这是什么品种的存在感呢？说到这，或许您会想起了去年新万我全球首个全网独8的粉丝造反事件，有没有呢？有时候黑粉的小心机看穿了，世界就太平了。看不穿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真爱们一起下坑作战，彼此互撕吧。那些负责挖坑的人，只会等着一箭双雕，一箭数雕的他防一个，或者射死一双了。有时候一心只想粉随正主的人，偏偏就会在这些没有由头的拉踩风向当中迷失自己，无法自拔了。而且新万我感觉黑粉的脑洞还是闲出了脑汁了，或者说闲出了汤汁了。因为娘娘专业户首位80后3金事后孙俪，居然也被无辜拉进一种看不见的战争，对象自然是正在黄金期发光的赵丽颖。这就像悄悄利用商业价值暗暗红黑王一博的专业黑粉一样，口蜜腹剑的人有时候比头脑简单为黑而黑的黑粉来得更可怕。说到这，希望您先喝杯茶暖暖身子，因为冬天很冷。更多的精彩未完待续，欢迎您继续关注本频道，并且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突然失联。